你们太欺负人了！我不就是不小心放了把火吗？又没死人啊！你们居然开阵法打我！”白小纯面色变化，他觉得这些人疯了，此刻欲哭无泪。眼看四周包围自己的人数都快要接近上万，他内心惶急到了极致，猛地大吼起来：“周子墨，我们的约定，我在这里3个月不会受到任何的损伤。”这吼声极大，哪怕四周上万人的怒吼竟也都没法压制。实在是白小纯天道元婴强悍的同时，他的肉身之力也是惊人，配合之下，就使得他的声音如同暴雷，轰鸣四方。红尘女早就知道了外面的事，银牙始终在咬。对于这白浩，他也有怒意。一想到当天来的时候，先是懦弱后又嚣张，原本已经安稳下来，彼此约定了3个月，可眼下才过去2天，这白浩居然闯下如此大祸。那火海虽被控制熄灭，可这一场火乱，焚烧的军用物资极多，粗略估算，军团损失不小。而这军团属于他红尘女，所有损失都需要他自己来补充进去，这就让红尘女内心有些后悔，让白小纯留在军营之事。只是约定之事，他又不好反悔。此刻听到外面白小纯的声音，红尘女气的腮帮子鼓鼓的，狠狠一咬牙，身体一步走出，刹那消失。出现时，赫然在了被众人包围的白小纯的身边。红尘女的出现掀起了层层波纹，使得白小纯与四周众人都心神一震，尤其是巨鬼军团的魂修，一个个虽对白小纯有杀机，可却不得不忍下，向着红尘女拜见。白小纯此刻也紧张，他真不是故意放火的，实在是一场意外。此刻担心红尘女不按照约定，于是赶紧开口：“我们有约定啊！哎，我都说了，你既然不喜欢我，让我走吧，何必留我在这里呢？”白小纯叹了口气，哭丧着脸望着红尘女。红尘女听到这句话，差点没忍住，胸口起伏，面色阴沉，深吸口气后，目光扫过四周众人，缓缓开口：“都散了。”这一句话传出，四周众人沉默了几个呼吸，哪怕心中对白小纯的怒意再大，也都全部低头，转身离去。很快的，四周就安静下来，阵法也都散去。这一幕让白小纯内心一惊，他在长城是万夫长，知道能一句话让军团全部退下，这本身除了修为的原因外，更重要的是威信。而显然，在这巨鬼军团，红尘女的威信已经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。眼看众人散去，红尘女这才转头，冷冷地望着白小纯，那目中的冰寒让白小纯紧张，忍不住开口：“那个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意外，这是一场意外，我不管你是不是意外，但我警告你，若有第2次火乱，哪怕有约定，我也要斩了你。”红尘女一字一字开口，每一个字都好似一道杀雷，轰在白小纯心神内。说完，红尘女不再理会白小纯，一晃离去。她担心自己再多看白小纯一眼，就真的压抑不住要去杀人了。这场动乱随着红尘女的出现，终于平静下来。可白小纯在这军营内却很不自在，四周众人的目光里的冰冷让他有些尴尬。更让他紧张的是，他不敢在这军营炼火了。他很担心再次出现火海，那红尘女石友真的会出手。可不炼火的话，白小纯又甘心。他觉得自己炼制16色火已经成功了5成，只要再努力一些，说不定就可以炼制出来。罢了罢了，我惹不起这红尘老女，我不在这军营炼了总行了吧？我去军营外面炼，这样就算有了火海，波及不到军营，那红尘老女也没理由动我。白小纯感慨一番，目中露出坚定，一晃之下出了军营。刚一走出军营，他就察觉身上有神识锁定，知道按照约定，他需要在这军营3个月。不过想着自己只要不走远应该没事，也就没去理会。很快的，就到了军营外的一处小山上。果然，他到了山顶，那凝聚在身上的神识慢慢也就散了。太霸道了，我不就是炼个火吗？白小纯坐在山顶的石头上，看着山下远处的军营，叹了口气：“都把我逼到这里来炼火了，我之前又不是故意的徒儿，你说是不是？为师很无辜啊。”白小纯嘀咕几句，取出白浩魂塔。魂塔内白浩的魂章开口，似想要说些什么，可最终只能摇头苦笑。他对于自己这个便宜师傅越是了解，就越是觉得不靠谱，可最终还是劝说起来：“师尊，要不我们暂时先别练了，万一再出现火海怎么办？放心，为师有经验。”白小纯一拍胸口，
安慰道：“他不这么说还好，一这么说，白浩魂就觉得心有余悸，忍不住着急起来，正要继续劝说，可白小纯已经拿出一团15色火，散开冤魂，再次炼制。生怕在炼火的过程中被自己打扰后出现意外，白浩魂只能将劝说的话语咽下，在内心长叹一声，默默期待一切顺利。时间流逝，很快过去了3天。这3天，白小纯炼火很温和，似乎他真的害怕出现火海，所以只要稍有变化，就立刻停止。你看，我都说了没事，这不3天来没出现火海吧？白小纯下巴微扬，得意的开口。虽进展缓慢，可他的融合也终于快要到了70%左右。这一幕使得白浩魂松了口气，看向白小纯时露出欣慰之意，觉得自己这个师尊总算是听话了一次，也不枉自己为他操心一番。师尊，这16色火的炼制越是后面就越难，你要谨慎一些，可千万不能冲动。放心放心。白小纯一摆手，继续炼制。时间又过去了数日后，白小纯的双眼渐渐赤红，疯魔般的样子再次出现。他发现这几天的时间，无论自己怎么炼制，都只是卡在了70%左右，一旦推进就会失败。到底是什么地方又出现了问题？白小纯抓着头发，死死地盯着手中的火团，目中露出推眼之芒。这一切落在白浩的眼中，白浩在思索解决办法的同时也很紧张。实在是这个样子的白小纯，让他想起了当日火海前的一幕幕。我知道了，是这些冤魂杂质太多。还没等白浩想明白问题出在哪里，白小纯这里双眼猛地一亮，立刻就重新去炼制。可白浩却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，想要劝阻，可看到白小纯那激动的样子后，他迟疑了一下。也罢，先让师尊去尝试一下，或许他是对的，也说不定。白小纯目中带着振奋。对于杂质这个问题，他想到了炼药，解决的办法顿时就在脑海里浮现，整个人顿时眉飞色舞，双手挥动，再次炼制。这一次，在炼制的过程中，那团15色火每一次吞噬冤魂后，都会升起一丝丝黑烟。刚开始还没什么，可随着吞噬冤魂增多后，那烟也都多了一些，看得白浩再次紧张了。师傅停下，这烟冒的有些多了，不对劲，容我想一想。白浩魂的直觉告诉自己，炼火的过程中，这种燃烧杂质出现的黑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此刻连忙劝阻：“这点小烟没事，乖徒儿你不用担心，为师对此特别有经验。”白小纯哈哈一笑，得意开口，继续炼制。随着炼制，那黑烟冒得越来越多，白浩魂的面色也越发紧张。到了最后，白浩魂体都有些颤抖不已了。可白小纯那里再次沉浸忘我之中，不断的炼制，不断的吞噬冤魂，直至过去了一整天的时间。在这一天的黄昏时，白小纯终于将进展推到了80%。果然有效！白小纯激动起来，正要继续时，突然的，那团15色火出现了不稳的征兆，一股恐怖的波动在内蕴含。可还没等这波动爆发开来，白小纯就立刻果断的一把握拳，将那团15色火直接捏灭。随着捏灭，一团比之前浓密无数倍的黑烟直接就从白小纯的指缝里散出，成了一朵蘑菇云升腾而去。哼哼，徒儿看到了吗？为师做事果断吧，说不会出现火海，就绝对不会出现火海，最多就是出现一些烟雾而已。白小纯傲然地松开了手，看着手心内散去的最后一丝黑烟，他得意地扫了眼身边的白浩。白浩这一次真的要崩溃了，他长叹一声，一指天空：“师傅，我们赶紧逃命吧！你看那里。”白小纯一愣，他之前专心炼火，没注意天空的变化，此刻抬头一眼看去后，他顿时睁大了眼，面色蓦然大变。他的目中，那天空上因白小纯捏碎火焰升起的那团蘑菇云，此刻不断的扩撒，眨眼间就化作了一大片黑压压的乌云。这乌云看起来似乎沉甸甸的，此刻飘动时竟不断的下沉，且看其飘向的位置正是军营所在。这黑云怎么觉得有些眼熟？不会吧？我当年炼药出现过黑云，可现在炼火应该不能啊！白小纯傻眼，喃喃低语，内心也惴惴起来，眼巴巴地看着那片黑云，慢慢的在飘向军营时越发的下沉，到了最后，距离军营不到100丈时，已快沉到了地面上。而军营内的魂修也早就注意到了这片黑云，眼看黑云过来，一道道身影急速飞出，
展开术法轰击黑云，试图将其消散。与此同时，还有一声声怒吼也在四方回荡。可任凭这些人如何去轰击，这片黑云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下沉得更快。在白小纯的目瞪口呆下，他亲眼看到那片黑云最终将军营笼罩在内。很快的，无数的咳嗽声、尖锐的嘶吼声在这军营内纷乱而起。白浩，你个杀千刀的！嘿嘿，这是什么？嗨，白浩，又是你干的！天啊，先是火海，又是黑云，嗨，我的眼睛，我的嗓子！白浩，我要杀了你！那种种声音惊天动地，回荡四方时，白小纯也快要哭了。这一次，他觉得自己非常无辜。我是为了不形成火海，为了你们才这么做的呀！我也没想到，火海没出现，居然出现了黑烟，实在怨不得我啊！白小纯忐忑，心跳加速时，一旁的白浩魂也一样哭丧着脸，低声哀求：“师尊，我们商量一下，你能不能换个名字？聚鬼城时我就想说了，现在在这里你一闯祸，他们喊的都是我的名字，都要杀我。”白小纯没心情理会白浩了，他此刻着急啊，呼吸急促，眼看那军营内吼声越发强烈，甚至还看到一道道身影冲出黑雾，直奔自己而来。那杀气腾腾的样子让白小纯内心狂颤。完了完了！白小纯急速后退，赶紧取出玉简向巨鬼王求救。就在这时，军营内的怒吼中冲出来的人更多了，那一个个魂修此刻都发狂一般。更是让白小纯吸气的是，他看到了红尘女的身影，竟如奔雷一般，直接杀出黑云，如一道红色的利剑，直奔自己。红尘女觉得自己要疯了，她这一次深刻的体会到自己的父亲为何要将对方扔到自己这里来，这家伙分明就是个祸害。这还不到半个月，白小纯就让巨鬼军团2次哗变了，红尘女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这种事情就算换了她来做，怕是也做不到如白小纯这么让人抓狂。白浩，你找死！此刻怒吼中，红尘女杀向白小纯所在山头。我这一次真没放火呀！白小纯吓得心脏狂跳，后退时委屈的开口解释。他不解释还好，这么一解释，白浩魂暗叫糟糕，想要阻止也都晚了。只见那些冲杀而来的巨鬼军团的魂修，一个个怒吼更大，纷纷想到了之前的火海事件，新仇旧恨加在一起，顿时狂暴起来。而红尘女速度更快，右手抬起，向着白小纯所在山头隔空一掌，瞬间这天地内红尘女的意志似完全取代，成为天意，竟在其身前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手掌。这手掌轰隆隆，直接就落在山头，大地震动，这山头更是瞬间彻底粉碎。横扫八方的同时，白小纯的身体也刹那消失，出现时已在了1000丈外的半空中。他呼吸急切，立刻开口：“周子墨，你讲不讲理啊？我没放火。”白小纯内心紧张的同时，也在飞快的给巨鬼王传音。红尘女眼看白小纯居然避开了自己含怒的一掌，要知道他是天人，这一掌算是取代天意落下，在打出的瞬间就已经注定命中白小纯，可对方居然还能避开。此人战力的确如父王所说那般，很是不俗。红尘女冷哼一声，正要继续出手，可就在这时，他眉头皱起，储物袋内的传音玉简中传来巨鬼王带着怒意的声音。红尘女面色阴沉，取出玉简后，站在半空中与巨鬼王传音。这一幕被白小纯看到后，他松了口气，这里真的没法待了，这红尘老女不讲道理啊！我这一次又没放火。白小纯叹了口气，觉得自己命苦，同时也很心虚，偷偷打量红尘女。至于四周的那些巨鬼军团的魂修，此刻眼看大统领出手，也都忍下，包围在白小纯四周，将此地封锁。那幕中的煞气极为浓郁，看得白小纯心惊不已。而此刻的红尘女，她与其父的交谈也很不愉快。到了最后，红尘女竟一把捏碎了传音玉简，抬头时，她冷冷地看着白小纯。白小纯眼看对方捏碎玉简，内心一惊：你若能在我一击下不死，我放你离开军营，从此之后别出现在我的面前。红尘女声音冰寒，话语出口的瞬间，她一步走出，刹那间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身边，右手抬起直接一挥，顿时一片红色的风暴直接散开，刹那就将白小纯笼罩在内。那红色风暴滔天而起，其内蕴含红尘女的意志，这是天人手段，足以镇压元婴。
尤其是在这风暴出现后，苍穹之上风云俱都倒卷，天地一片红色，气势瞬间就攀升到了极致，仿佛这一方天地之力被红尘女抽来，化作自身的意志，形成了灭杀的一击。甚至在红色风暴中，都出现了一张属于红尘女的巨大的面孔。这一幕让四周军团魂修纷纷振奋，他们不认为白小纯能承受这一击，这毕竟是天人之力。白小纯顿时就感受到了强烈的威压，他气息一凝，面色一变，正要后退，可很快就内心咯噔一声，察觉到这四周的天地被红尘女的意志笼罩，如同封锁，使得自己的瞬移失效。眼看红色风暴扑面而来，白小纯无法躲避，生死危机强烈无比下，眼中瞬间就出现了血丝。他来不及多想，大吼一声：“周子墨，你还真以为我怕你不成？”白小纯话语间竟不再闪躲，而是深吸口气后，目露慎重，全身修为疯狂运转，肉身之力全部爆发，凝聚右手，一拳轰去。这一拳不是寻常的拳头，而是在打出的刹那，他全身气息全部收缩，更是在拳头上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漩涡。这漩涡急速转动的同时，甚至都将这天地内充斥的红尘女的意志也都碾碎了吸来，使得他所在之地身影被一个巨大的虚幻似的漩涡取代。红尘女面色首次大变，她已经高估了白小纯，可还是没想到，即便如此，自己还是低估了。这一拳的强悍让他内心一震，这已经不属于元婴的术法了。他甚至在这一拳中隐隐感受到了白小纯的意志，这是天人道法的标志。几乎在他感受到白小纯意志的刹那，白小纯的身后那穿着地袍、戴着地冠、面部模糊的巨大身影也显露出来，但却瞬间又被吸入白小纯的拳头内，形成了最终的不灭地拳。一拳落，直接就打在了那来临的红色风暴中红尘女的面孔上。轰轰轰！轰鸣之声震动苍穹，传遍四方，甚至葵黄城内都被惊动。而白小纯早就知道葵黄城内或许有人知晓不死长生功，所以这一拳的黑色漩涡以及地影都被他用面具之力遮盖，使得外人察觉不出真相。能看到的只是这惊天动地、充满了霸道的一拳。轰轰轰！双方的碰触让天地颤抖，八方撼动。那面孔首先崩溃，风暴随后溃散。而白小纯这里虽说皮糙肉厚，全身上下更是炼灵14次的至宝，可依旧还是身体倒退开来，直至退后1000丈外，无法忍住，连续喷出2口鲜血，可却依旧有战力。红尘女这边虽天人修为散开，但并未全力，而这一拳又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惊艳绝伦，有无上之威。她哪怕仓促阻挡，也依旧被这一拳直接轰退100丈外。虽没有溢出鲜血，可他5脏6腑在这一刻也都传来翻滚的刺痛，面色苍白，猛地抬头看向白小纯时，他的目中露出震撼。他这一生只在2个元婴手中如此，一个是白小纯，一个是白浩，可这一拳他相信就算是白小纯也都无法打出。而白浩这里的身份，此刻他不由得产生了一丝迟疑。只是他虽知道白小纯有面具，可却很难将白浩与白小纯联系在一起。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，是因白浩是被他父亲送来。他不相信白小纯能避开半神的神识探查，能被巨鬼王认可了身份，这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。只是那一丝疑惑依旧隐隐浮现在了心底。这红尘老女，我当年就将她打得半死，更不用说现在我这么强大了，岂能怕了她？哼，就算是打不过，可她要杀我，我也绝非当年那么任人宰割。不过看她的样子，说不定已经对我有些怀疑了。白小纯修为有些波动，这一拳他打出了9成，保留了1成，实在是一旦全力，他有些承受不住。与红尘女的这一战，白小纯清晰地感受到自己比之前强大了太多。要知道，当年他是凭着藏功的禁制削弱对方，又9死1生，拼了分身自爆，用尽了所有手段，这才争取到逃走的时间。可现在一切不同。白小纯想到这里，忽然觉得这红尘女似乎也没那么可怕了。他站在半空中，盯着红尘女，一言不发。这一瞬，四周包围过来的巨鬼军团众人，一个个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。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吸了口气，目光落在白小纯身上时，他们的心中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震撼。元婴可战天人，
天啊，我没看错吧？这白浩居然这么强！传言他在炼魂湖内生擒所有人，是有巨鬼王相助。现在来看，他自身也是惊人。不过这一拳必定是杀手锏。在这众人心惊时，一旁的皇城上方，那漂浮的皇宫内，盘膝坐在天师殿中的大天师，他忽然双眼开合，抬起头，遥遥看向巨鬼军团外，目光似能穿透虚无，落在了白小纯身上。这是明皇拳。大天师有些动容起来，隐隐认出这似乎与传说中的明皇拳有些相似。明皇拳是明皇传承，只有被明皇认可之人才可动用。想起传说中的明皇，哪怕大天师近乎半神巅峰的修为，更携天子号令天下，也依旧忌惮无比。葵皇城旁，巨鬼军团驻地外，红尘女盯着白小纯，她的身上有天然的威压，改变了天地变化，降临在白小纯的四周。这威压无形，可却充满了红尘女的意志，似乎她一个思绪的转动，都可引起天地轰鸣。这威压落在任何一个元婴修士身上，都足以让其内心崩溃。白小纯这里刚开始还能如常，可渐渐的也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。只是事情都到了这个程度，白小纯明白自己绝不能退缩了。我那一拳应该很能吓唬人，可惜我现在是淬谷第8重，若能到第9重，就可打出2倍不灭地拳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威力更大，定能让他吐血，可成我最终杀手锏。而若是能达到立谷境的第9重，我就可以打出3倍。想到这里，白小纯胆气一壮，瞪着眼睛，眨都不眨一下，与红尘女对望。四周寂静，那些巨鬼军团的魂修强者，一个个都心神震动，无法置信中更带着深深的复杂，看向白小纯。实在是方才白小纯的那一拳惊天动地，以元婴修为战天人，虽不是平分秋色，可任何人都能看出，已不能用寻常元婴来衡量白小纯。尤其是一拳之后，白小纯站在半空中，那气势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有一股霸道铁血之意隐隐蕴含，给人一种战意惊天之感，不由得就让众人心底对白小纯这里有了敬佩。毕竟在这世界中，强者为尊，对于一个如白小纯这样的强者，不管什么情况下，尊敬也是必须要有的。眼看四周众人看向自己的目光有了改变后，白小纯神采飞扬，与红尘女对望时，眼睛瞪得更大。比眼神，当年我结丹时就已不怕任何人，现在我都这么强了，区区眼神对望，我能怕你？白小纯胆气更壮，气势也随着心中念头而越发升起。半晌之后，红尘女深吸口气，收回目光。她之前已说了，只要白小纯能在这一击下不死，她就放弃离开。这是她与巨鬼王的约定，也是她的承诺。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红尘女目中露出深邃之芒，转身就走。一晃之下，就到了军营内。四周其他魂修相互看了看，眼看红尘女都已发话，他们也沉默中后退。很快的，所有人都回到了军营，在这驻地外，只剩下了白小纯。白小纯眼看红尘女走了，抬起小袖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，长松口气。他之前那一拳用了9成力，此刻已是强弩之末，虽还有修为傍身，可他觉得此地葵黄城范围内强者众多，老怪云集，很多手段防不胜防，他不敢去将全部神通展现出来。可这样的话，一旦开战，他就很受限制。此刻眼看红尘女走了，白小纯心下一松之余，也觉得这一次来葵黄城，实在是出现了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。这算什么事啊？白小纯很是苦恼。不过能顺利离开巨鬼军团，这对白小纯而言也是件好事。此刻摇头中，他转身就走。可是天大地大，白小纯此刻却有些茫然，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。还是修为不够，否则的话，我大可以直接横渡蛮荒，回到逆河宗。白小纯这里发愁，看了看不远处的葵黄城，又看了看巨鬼城所在的方向。他想了想后，取出传音玉简，还是去联系巨鬼王。王爷，这葵黄城太危险了，亲事我不要了行不行？那个你安排个人过来接我，我想回巨鬼城陪在您老人家身边啊。此刻的巨鬼王也很头痛，他也没想到只是让白小纯去了巨鬼军团而已，原本是件好事，可最终却出现了这么多变化。无论是他女儿的拒绝，还是白小纯那边的火海黑烟，这一切都让他连连顿足。眼下又看到了白小纯的传音后，巨鬼王头又痛了。
白浩，老夫钦定的亲事，岂能反悔？你赶紧去给子墨道歉，说清楚之后留在他身边。白小纯一看回音，立刻就不干了，毫不犹豫的拒绝后，又提出想要回聚鬼城的事情。聚鬼王也生气了，回聚鬼城不可能，除非你们已经成亲。现在立刻去给子墨道歉，争取他能原谅你。一个女人都搞不定，这件事老夫不管了，你也别来烦我。聚鬼王一发狠，索性直接回了一句话后，任由白小纯如何传音，也都装作没看到。这父女二人都不是好东西，坏透了。白小纯郁闷，他才不再去见红尘女，且对方也说了不想再看到自己。天大地大，难道就没我白小纯容身之地吗？白小纯心底悲呼一声，琢磨着没有聚鬼舟，自己又无法用传送阵，想要回聚鬼城的希望已经算是被斩断了。白小纯叹了口气，目光落在了不远处的葵黄城上。尽管他内心不愿，可眼下实在没别的办法了，且天色看起来也近黄昏，若是再耽搁下去，怕是进城都进不去了。我记得当年去三大家族抄家时，他们送了我一套在葵黄城内的铺子。白小纯揉着眉心，思索片刻后，立刻想起了此事，赶紧去翻储物袋，很快的就找到了一份玉简，其内烙印着地契。仔细看了看后，白小纯心情好了一些。罢了，我就去那铺子住一段时间，不去惹事，安心修行，争取让自己尽快可以独自横渡蛮荒。白小纯摇头，向着葵黄城飞去。就在这时，他储物袋内的魂塔中的白浩魂亲眼目睹了从白小纯进入聚鬼军团，直至眼下顺利离开的一幕后，深吸口气，看向自己这师尊时，目中带着敬佩。一晃之下，飘在白小纯的身边，向着白小纯抱拳，深深一拜。弟子之前对师尊有些误会，方才恍惚，终知小师尊的手段，佩服佩服。啊！白小纯一愣，看向白浩魂，有些迷糊，不知道这弟子犯了什么病，说出这么莫名其妙的话语。师尊，你不要掩饰了，弟子已明悟，你之前的2次炼火意外，显然是刻意为之，为的就是要让那聚鬼军团大统领将你赶出军营。白浩魂一脸崇敬，越是思索，越觉得眼前这个师尊虽有些鲁莽，可实际上心思却极深。这个白小纯眨了眨眼，他算是听明白了，只是白浩魂显然还是不了解白小纯，这一切并非如白浩魂所想，实在是阴差阳错。不过白小纯眼珠一转，忽然觉得这样也不错，于是干咳一声，小袖一甩，傲然的抬起下巴。哈哈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，不错不错，乖徒儿，你的悟性还算马马虎虎，以后要多跟为师学习才是。为师那可是算尽天地，走出一步就可看到1万步外，天下无人能敌呀。白小纯一脸得瑟，趾高气扬，他不这样还好一些，此刻摆出这样的姿态，顿时就让白浩魂有些犹疑了，对自己之前的判断动摇起来。在这吹嘘中，白小纯终于踏入了葵黄城。此城庞大无比，任何一处城门都有侍卫，进出都需盘查，甚至还需缴纳一定的魂药。白小纯身上魂药不少，进入这葵黄城后，哪怕眼下黄昏降临，可城内行人众多，熙熙攘攘，极为热闹。白小纯连忙拿着地契玉简，按照指引，在这葵黄城内转悠起来，一路走去。他时常心惊吸气，实在是这葵黄城太过繁华，整个城池的地面居然都是青玉打造，在这里，甚至他都感受到了一丝久违的灵气。还有两旁那一间间铺子售卖的物品，应有尽有，无论是冤魂，又或者是法宝，甚至通天河水都有不少贩卖。再就是来往的人群中，白小纯就看到了太多的强者，更有吐着巨人在这葵黄城内压缩身体走过。而最让他别开生面的是，在这葵黄城内有很多建筑散发宝光，随着夜色降临，这光芒璀璨，映照八方，使得这葵黄城哪怕在夜里也都熠熠生辉，多姿多彩。1个时辰后，在夜色完全降临时，白小纯觉得自己走了很远，可实际上这只是在这葵黄城内的小部分区域而已。终于，他按照地契玉简的指引，找到了他的那间铺子。这是一间炼灵铺，整个葵黄城不算皇宫的话，分为97个区域，而这97个区域里，中部占据1成，北部最大，占据近乎2成左右。白小纯的这间炼灵铺子就位于第89街区的边缘地带，虽算不上繁华，可只要是在这葵黄城内的铺子，
本身的价值就已经不菲。当白小纯好不容易找到时，夜色已晚，可在这街头上，依旧能看到那一间间铺子内的灯火以及进进出出的人群。只是白小纯有些郁闷，他望着自己面前的这间铺子，此铺门面不大，只有1丈左右，与四周其他铺子动辄3、5丈的门面比较，很不起眼。门前挂着牌匾，上面写着3个字“炼灵铺”，就怎么简简单单的3个字，也都是残破不堪，让白小纯有些傻眼。至于里面，则是长条形，似乎除了商铺外，还有后院。只是无论怎么看，与其他铺子比较，都显得袖珍太多。尤其是里面虽有灯火，可却不明亮，与其他铺子的灯火通明，差距太大了，更不用说来往的人群了。唯独让白小纯有些安慰的是，这铺子内并非没人客人，此刻就有那么一个青年，正站在那里，似不断的吸气，胸膛剧烈起伏。还没等白小纯走进去，他就看到那青年整个人暴怒起来，发出大吼：“我这3月流云珠，你居然给我练废了！该死！我只是要求你们给我练灵2次啊，2次而已！”你那青年狂吼，声音传出铺子后，四周的行人纷纷看了过去，有不少人低声议论起来。此人应该是外来的，否则的话，怎么会选择此地练灵？就是这练灵铺出了名的废物，能开到现在，都是一个奇迹了。听着四周人的议论，白小纯眉头皱起，看着那铺子内的青年带着怒气走出，又冲着铺子骂了几句，这才郁闷的离去后，白小纯叹了口气，他算是看出来了，这间铺子除了其本身的价值外，再没其他价值了。罢了，我原本想的也只是找个地方落脚而已。白小纯摇头，向着店铺走去。进了铺子后，他看到这不大的房间里只有一个老伙计，正趴在案台上，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。至于四周的墙壁，大都空旷，虽也有一些炼灵物品摆放，可白小纯一眼就看出，这些物品最多也就是炼灵3、4次的样子。眼看白小纯进来，这老伙计打了个呵欠，目光在白小纯身上扫过后，没去理会。白小纯看了看四周，再次叹了口气，来到案台，将那地气玉简放在上面。要练这枚玉简，先说好啊，无论成功不成功，费用可是要先收的，且失败后与我无责。那老伙计一愣，狐疑的抬起头，说了一句话，这才拿起玉简，目光一扫，先是一愣劲儿，睁大了眼：“你是东家？”老伙计站起了身，打量了白小纯几眼后，又坐了下来。这应该是我的铺子。白小纯想了想，觉得自己没有走错，郁闷道：“也罢，你既然来了，就给我结算工钱吧，1年3000魂药，还有下1年的3000魂药，不给的话，休怪老夫抽身不管了。”老伙计坐在那里，略有倨傲，目光落在白小纯身上。在他看来，自己炼灵虽一般，可对这铺子以及葵黄城熟悉，眼下只有自己一个人看守铺子，对方是离不开自己的。工钱？白小纯愣了一下，仔细的问了几句后，算是明白过来，这铺子原本生意虽一般，可却绝非眼下这个样子。只不过自从铺子属于白小纯后，那原来的家族就将铺子内的一切人员撤走，只留下这么一个老伙计看管。这老伙计炼灵水平很一般，于是就使得这铺子每况愈下。如今不说臭名昭着，也差不了太多。平日里几乎看不到人进来，偶尔来一个外地人，也往往被坑了后再不来了。白小纯有些无语，看着眼前这老伙计，那一副你不给我工钱，我就甩手走人的样子，一拍储物袋，直接取出3000魂药扔了过去。赶紧走！你让我走？老伙计一愣，脸上露出不悦，拿着3000魂药，直接走出案台，袖子一甩，离开店铺。用不了1个月，此人必定还要将我请回来。在这葵黄城内，炼灵铺子众多，彼此竞争本就极为激烈，想找个炼魂师来坐镇，他付出的代价会更高。老者冷笑几声，越走越远。眼看老伙计走了，白小纯目光扫过空旷的店铺，索性将铺子大门关上，又布置了禁制后，开始打扫一番。直至深夜，他终于将这店铺内里里外外，包括后院以及居住的屋舍都整理完后，这才盘膝坐在后院，望着四周，叹了口气：“这和我在巨鬼城的宅子没法比啊。”白小纯摇着头，越发怀念自己在巨鬼城的日子，更是后悔当初老老实实将陈曼瑶交出去，不就完了吗？
白小纯对这店铺不满意，可白浩魂却相反，对这铺子极为满意。他身为鬼修，魂体特殊，在这店铺内飘荡几圈后，神色内带着满足，回到了白小纯身边，兴奋地开口：“师尊，这里挺好的。我们既然短时间不回聚鬼城，就在这里安居好了。此地的灵力对我很是滋养，在这里修行要比其他地方快了好多。”白浩魂振奋说道，身体一晃，样子又改变，化作一个中年的模样，站在白小纯身边。这点灵气算什么？等以后为师带你去更好的地方，灵气比这里浓郁无数倍。白小纯无精打采地说道：“师尊不用气馁，我觉得这里挺不错的。平日里师尊可以修行，至于铺子内的伙计之事，我就可以去做了。”白浩魂说到这里，有些兴奋。他平日里都在白小纯魂塔内，虽因他魂体特殊，又有白小纯面具之力保护，不怕被人看出端倪，可终究生前只是筑基修为，去过的最远的地方，也仅仅是死亡前的那片灵而已。眼下来到魁皇城，更有了一间铺子，他心情难免激动。白小纯眼看白浩这里开心，他心情也好了一些，目光落在白浩魂上，若有所思，看出了对方对于此地似有了一些归属感。也是，我这徒儿命运多舛，成为鬼修后，又因我用了他的身份，所以他哪怕想与人接触，也不敢去太过显露，倒也委屈了他。白小纯沉吟中，右手掐诀，向着白浩魂一指，顿时他的面具之力散出，加重了不少，凝聚在了白浩魂上。师尊白浩一怔，以后有人的时候，你就委屈下装成是为师的魂奴好了，以为师的炼灵造诣，翻手间就可让这店铺起死回生。白小纯笑了笑，蛮荒的炼魂师很多身边都有所谓的魂奴，这些魂奴呆板，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事情。让白浩魂装扮成魂奴，就可以解决他存在的问题，且其鬼修无形，样子改变，也就不怕被人看出身份。白浩魂心中感动，望着自己的师尊，抱拳深深一拜。就这样，师徒二人便居住在了这店铺内，直至数日后，店铺的大门才被重新打开。虽外表去看与曾经没什么区别，可炼灵师已是天地之差。只是这店铺的名气已臭，开门大半个月，只能看到外面熙熙攘攘，四周其他铺子人来人往，唯独他这里无人问津。白小纯眼看如此，想到自己之前说的大话，有些坐不住了。沉吟之后，他立刻就吩咐白浩：“徒儿，我考虑了，咱们这铺子没人来，是因为名字不够响亮，你去换个名字，就叫做天下第一炼灵铺。”白小纯傲然开口。白浩魂迟疑了一下，觉得这个名字有些太大了，可看到白小纯那坚定的目光后，他只能低头去处理。很快的，这间铺子的牌匾就换成了7个字：天下第一炼灵铺。这牌匾一出，顿时就惊动了四周的店铺，还有所有来往的行人，纷纷在看到后都一个个神色透着古怪。而白小纯也在牌匾换了后，没有如往常一样去研究16色火的配方，而是兴致勃勃地坐在案台后，眼巴巴地望着大门外，等待人来。白浩魂站在一旁，眼看师尊那里很兴奋的样子，他心底虽觉得这名字有些太大了，可还是与白小纯一起等待客人进来。只是等了快1个时辰，从门口路过的行人都足有数百，可依旧没人进来，反倒是有不少人在看到后直接笑了出来，指指点点的。天下第一，这口气也太大了。我知道这炼灵铺之前惨淡至极，无人问津，更是炼废了不少人的法宝，这是活不下去了，所以换个名字来继续骗人啊！弄这些噱头有什么意义？我辈魂修要的是踏踏实实。这些声音陆续传来，白小纯面色渐渐从之前的期待成为了铁青，到了最后极为难看起来。他深吸口气，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。于是第2天、第3天，直至过去了7天后，白小纯受不了了。这7天进来的人愣是没有，看热闹的开始还有不少，可最后也几乎没了。最让白小纯接受不了的是，最后就连那些嘲笑声也都消失了，重新回到了曾经那无人问津的样子。这就让白小纯心底郁闷的同时，也不服气了。我就不信了，我这么一个走在哪里都可以引动风云的天才，这小小店铺就能把我难住？白小纯立刻喊来苦笑的白浩魂，再次吩咐下去：“徒儿，我琢磨了，我们只改名字还不行，需要在外面加一副对联，以显示我们的傲骨。对联我都想好了，简单直接，就写
炼灵一次千药起，不怀万药莫进门。白小纯小袖一甩，很有气势地说道：“那个横批是？”白浩被白小纯这对联再次震了一下，呆呆地问道：“爱练不练？”白浩魂目瞪口呆，有些啼笑皆非，暗道只要师尊高兴就行。于是在这店铺外挂上了这副对联。这对联一出，与那牌匾配合，顿时就再次形成了小范围的轰动。外面的其他铺子与行人在看到后，一个个都被这店铺的猖狂震惊了。炼灵一次居然要1000药，还是1000药起？其他铺子最多几百药就可，1000药起，那至少也是选品炼魂师的价格了。